高成分的一态又来喽。在风起云涌的娱乐圈里，永远都不缺绯闻八卦，而明星们的采访更是八卦集结地，一个不小心就上了头版头条。随便翻翻他们的采访名场面，更是大写的刺激，这可比看剧本的综艺带劲儿多了。话不多说，接下来咱们就集中鉴赏一波。率先登场的是凭《山河令》大火的龚俊，明星采访有多实诚，看他就知道了。当主持人问观众磕 CP 你怎么看？磕呗，爱咋磕咋磕，开心就好。这话没毛病。当然了，相比于早期的采访，这段根本不算什么。刚进娱乐圈拍戏那会儿，龚俊开了直播，开始就来了个自报家门。我是成都金牛区的，金牛区家在。好家伙，如果不是工作人员打断，他的家庭住址就曝光了。参加时尚活动的时候问他发型，本来是问他会不会考虑把头发留长一点，结果他又开始往外抖了。今天的造型头发也比较长，不瞒你们说，接的是假发。问他买衣服的事情，本来是问他的穿搭的，结果又开始说大实话了。看到我出去活动的衣服哈，都是我造型师给我搭的，给我借的，还特意强调最重要的是贵。要不要这么耿直啊？鉴于他太过敢说，一个没注意就把实话都说出来了，粉丝直接把接受采访的龚俊称为漏勺，而他自己对于这些其实并不怎么在意。采访的口头禅就是事儿，我没事儿，这有啥不能的？这个一开口就疯狂输出大实话的铁憨憨，你爱了吗？看完龚俊的实诚发言，咱们再来看个更大胆的。虞书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有记者采访到介绍一下今天的造型和妆发的想法。虞书欣回答说，今年是我1年以来第一次穿露胳膊的衣服，所以各位记者朋友们，如果到时候照片有副乳什么的，记得帮我修一下。在采访中，虞书欣还说要把我修成女强人的感觉，我这次把头发染成红色的，搭配的这种妖艳不对，是高端的妆容吧，还有特意做的指甲哦，你们要好好拍拍，拜托一定要把我拍美一点，这绝对是把记者当自家摄影师了。论敢说，大名鼎鼎的七哥必须榜上有名。他们夫妇在一档微访节目中被问到，如果身体不换，最想做什么事情？这个问题也只有在电视剧中会出现。不过面对这么充满想象力的话题，俩人还是十分耿直的回答了。李承铉说想体验女生在生理期的感觉，宠妻都宠到这个程度了吗？相对于李承铉的回答，戚薇的回答似乎更劲爆。他说他想做的事情似乎是不能播出来的。在李承铉的追问下，戚薇不改敢说本色，直言说我想打个飞机试试。李承铉当场就脸红了，不愧是七哥，真的太敢说了。能和七哥一较高下的，怕是只有七哥了吧。在早期的电视采访中，主持人问他，人在异乡，你觉得容易发展感情吗？会吧，因为人闷的时候就会想要找个男人来玩一玩感情。姐就是女王，自信放光芒。只有真女王才敢这么讲话吧？舒淇还真的是10年如一日的直性子。采访界的黑马远不止此，追过浪姐的都知道，成团夜绝对是大型尴尬现场。宁静一句，我也只想和我的7位姐姐们成团，直接让人满脸问号。可谁能想到后采才是真正的名场面？张雨绮、万茜、李斯丹妮、黄龄都穿着粉红色的队服，宁静独树一帜。之后她一手揽着孟佳，一手揽着郁可唯，说道然后现在有4新的姐姐退下来了。张雨绮在一旁默默地说了一句，剧情刚刚开始还不知道结果。但宁静没有接话，只是点了点头，继续是全程黑脸。现场气氛很是微妙，同时姐姐们两边的战力也很耐人寻味。不少网友表示，看起来明显就是2个团。更有网友调侃称，出道即解散，哈少4开始了。明明是成团夜，却成了浪姐4分5裂。试问有哪一个组合能做到？这场面真百年一遇啊！还有的明星是过度诚实，导致采访的场面画面极为有趣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这些明星是真的很真实了。陈伟霆才不是什么繁体简体切换小能手，简体字那都是在打广告啊。诚实过头的宁静不愿意抠像，但砸3个亿随便抠。在娱乐圈里，面对采访最厉害的就是这些不怕事、敢说话、有个性的明星，而这个王者就是最烦装逼的人那英。遇到那英不愿意回答的问题，轻则不耐烦反问：“再换个话题行吗？”
重则露出反感厌恶的表情，对记者反问你能不能不说话呀？再上升一个等级的，那就是直接走人。最不爽的时候，那英直接甩臭脸，彻底不回答。那英的采访是记者的噩梦，却是我们的快乐源泉。在面对多方面的采访问题时，那英很有自己的一套。多年前曾被拉去当音乐导师的章子怡被那英狠怼了一番，先好言好语相劝，这个很难做，接着是忍不住继续劝告，隔行如隔山。这些采访画面完全就是经典中的经典。那英的好姐妹王菲也超级敢说，当年刚和窦唯离婚的她去新加坡宣传专辑，结果遭到了记者的连环追问，王菲凭借一句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，成功出圈。天后即便很生气了，还耐心等记者追问完再怼，这情商这素养真绝了。直到成功怼完记者，王菲才露出了不屑一顾的眼神，放在当年那是独树一帜，即便是现在都无人能敌，堪称经典。王菲有情商，张雨绮有美貌，准确的说是很会装傻。汪小菲大 S 结婚参加活动的张雨绮在面对记者的提问时，接连3个啊糊弄了过去。当记者再得寸进尺去问张雨绮有没有新恋情的时候，她根本不给好脸，直接一句结束了，强行结束这个话题。比起这2个范本，接下来这个似乎有点得罪人了。娱乐圈公开承认整容第一人郑爽，勇气可嘉，但情商感人。他和杨幂这段采访堪称大型社死现场。记者追问完郑爽后，转头就问了一旁曾备受整容质疑的杨幂。杨幂的憨笑与郑爽一句很正常的事情吧，我觉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杨幂装傻充愣不回答是常态，但旁边的郑爽这是主动替杨幂承认了吗？这种大型采访名场面还真是少见，谁看谁刺激。情商比郑爽还低的，那就只有袁立了。毕竟郑爽当初还没怼着话筒说杨幂整容，而袁立却对着话筒说斯琴高娃打羊胎素。怀孕4个多月的袁立面对记者的穷追猛打时，竟然出卖了旁边的斯琴高娃。或许是斯琴高娃笑得有点僵，所以袁立心生一气。瞅瞅斯琴高娃这飞速上挑的眉毛，这记飞刀来的还真是猝不及防。但袁立这会儿来一句是可以说的吗？现在才反应过来，是不是有些太茶了呀？袁立后续化身记者形象，扒着斯琴高娃问羊胎素有什么效果，还说她皮肤展开了，大写的尴尬。斯琴高娃为了挽尊，只能说自己从内而外状态好了，羊胎素是提高免疫力的。赵丽颖和上面2位比起，虽然不是刻意出卖别人，但在效果大差不差。这个名场面大家应该很熟悉。接受采访时，赵丽颖说自己不爱上真人秀的原因是因为真人秀有剧本，旁边的郑恺已经尬到想当场离席了。当年陈思诚被曝出轨闹得沸沸扬扬，和佟丽娅难得合体，但是记者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，问的都是私人问题。夫妻2人已经开始有不爽的感觉了。当开始问陈思诚电影问题的时候，佟丽娅直接离席，场面一度尴尬。陈思诚的表情更绝，那板眼翻的就差直接爆粗口了。这段采访后来也成为夫妻2人3观不同的一个佐证。演技实力派郝蕾也是出了名的敢说。当时主持人问郝蕾如何看待年轻人非常渴望进入娱乐圈的问题，郝蕾的回答非常直截了当，赚钱呗，这个很简单嘛，名和利最基本的一个东西。所以有时候自己也在想，当时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金融，何必要这么大个圈子进娱乐圈赚钱？而且郝蕾自己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。她表示张颂文身边朋友说孩子学习不好，问张颂文能不能给孩子整到电影学院去上学，郝蕾直接吐槽，我读不懂书的人怎么能读懂剧本，还不要说你去呈现了。谈到直播时回应也很犀利，他说如今直播行业可以让很多人少绕很多弯路，不用去当演员就可以通过直播赚钱，所以这些行业归根结底绕一圈回来还是以钱为目的，的确是人间清醒啦。虽说明星们的采访能给我们提供不少茶余饭后的谈资，但是一些不专业的记者确实会让明星不爽。借用韩红的一句话来说，那就是问题纯不对马嘴，都是小儿科。高智商的人必须进行高端访问，其实反过来也是一样。在面对一些高端访问的时候，明星们也别遮遮掩掩了，展现真实的自己才是最佳选择啊！大胆点儿，我们就喜欢看你们真实的样子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最精彩娱乐资讯哦。